一提到测评啊，这个性能跑分、帧率发热、屏幕参数，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些硬件一步一步展开的。在我们过往的一些硬核的测评视频中呢，也都是这样做的。这个系统方面呢，在我们之前的视频中确实聊得很少。这个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小伙伴一直想让我们聊一下不同品牌的系统之间，它们体验如何，各自的功能和特点上体验有什么差别。包括我们自己，这个很早呢都知道这些需求但是系统这个东西尤其是涉及到这个 UI 和一些功能，它的这个人机交互的美学。确实很难从相对理性的角度上去简单的评判孰优孰劣，这个体验怎么样？这就像每个人对美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有人喜欢瘦一些的，有人喜欢胖一些的，这个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所以这一期的系统体验呢，我们摒弃一些什么规则和标准，从3个不同的维度来看一下我们对不同手机系统的看法。注意，只是看法，也提前声明，不可避免的，这将是一篇拥有不少主观感受的视频。你可能并不认同我们的观点，这也是完全正常的。但是我们也相信，好的体验它应该是趋同的会被大家所公认的好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九，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主流的8大手机系统体验马上开始。开头部分呢，咱们先来说一下副体验，估计这是很多小伙伴都想看的就是一定会对用户体验产生负面影响的一些设计，例如说推送广告。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厂商是如何决定了怎么样放广告，放多少广告的。我们先从用户角度出发先默认几个前提，并带着这些前提呢去看待这个推送广告问题第一点呢，厂商都希望给用户提供好的体验。第二点，厂商知道广告等行为会对用户体验造成一些负面影响。第三点，目前的结果是厂商在追求利益和用户体验中选择了一个他们认为的折中点。毕竟这些负面体验的缘由，除了增加厂商的利润之外，还有可能会最终反馈到产品上，降低产品的售价，提供更具性价比的产品。所以这些产品的售价和用户体验一定是挂钩的。换句话说，廉价的产品它不一定体验就不佳，但是价格更高的产品理应提供一些更好的体验。测试上，我们重置了每一台手机，更新到测试时的最新系统版本，并手动打开每一个第一方软件，比如自带的应用商店、浏览器、相册等等，不点开预装的第三方应用，但是保留并不删除，然后放置手机1天。咱们来对比一下推送的数量，首当其冲的大家一猜便知，魅族凭借32条推送的数量位列第一，如果算折叠在一起的还要更多想要看到底都要划好几下才行。其中还有你的好友给你充了话费这种有诱导性的广告。不过在32条的推送之中，预装的第三方就提供了19条之多，尤其是微博还不能折叠，而系统自带的这边其实也不算好，具有一定的诱导性，所以这一环节魅族坐稳第一毋庸置疑了。不过自带的推广最凶的读书和生活助手都可以通过卸载快速解决问题，不能卸载的 app 可以通过设置关闭推送。小米这边升级到了MIUI 11之后，广告明显有所改变，只有6条，但都是第一方的 app， 并且阅读的广告有常驻的问题，需要单独关闭。而最新的MIUI 11增加了一键关闭广告的功能，开启了之后广告确实见少，这次的进步可算是把老友魅族远远甩在身后了。但是后续的体验之中，我们发现小米的推送存在一定的随机性，比如常驻的阅读广告并没有在另一台上出现，并且即便是关闭了广告，依然还有一些推送的出现，最终表现如何还有待观察。不过就目前来说，进步还是挺大的紧随其后的是华为、一加和 OV。 华为这边虽然数量不多，仅有6条，但是除了抖音的推送之外，全部都是系统自带的 app， 均无法卸载，但是也可以手动设置关闭。而一加这边一开始我们预想应该是比较少的但还要多一些，有7条，但是只有应用商店和钱包是第一方的，并且可以通过设置关闭推送，其他广告全部都是预装 app 的广告。但是通知栏一眼望去可谓是百花齐放光淘宝就有3个，都已经放不下了。vivo这边也有6条，但是只有自带的浏览器有1条新闻推送可以手动关闭，预装的第三方推广内容除了今日头条都被折叠到了推送通知里面。 OPPO 是参测国产手机厂商中最少的，有5条，除了抖音均为自带的 app， 支持卸载，但是不支持手动关闭。压轴的是国际大厂三星，仅有1条来自生活助手，支持卸载或者是关闭推送，但是系统自带的功能提示确实是太多了。这个其实要两边看，如果你是一个新的三
三星手机用户，那么这些系统提示可以帮助你更快速的了解手机、设置手机。如果你之前用过三星手机，看着确实挺拥挤的，而且还很混乱，虽然不是广告啊，看着也挺难受的。最后压轴的就是 iPhone 了，这个一条都没有。当然，这种测试不可避免的会存在一些随机性，比如一些软件可能第一天没有推送，或者是一些诱导性的广告我们并没有遇到，甚至我们还知道存在一些针对性推送广告的可能，就是你用的越久，它熟悉你的习惯之后会给你推送更多有针对性的广告。所以目前来说，好的不一定真好，但是现在就差的那是一定差了。而预装的 App 上 iPhone 自然是一个没有，但是安卓阵营大家都是不遑多让，除了 OPPO 有8个之外，其他全部都多达10几个。三星虽然高达18个预装，但是三星是唯一一个在激活时候你就可以选择是否安装这些 App 的厂商，甚至一些自带的 App， 比如说自己的音乐、游戏中心等都可以不装。综合体验完毕，三星才是目前安卓阵营中最干净的系统了。当然，我们肯定不是通过这一个环节就否定了一些品牌，别着急，咱们进入下一个环节，用户体验。上一个广告环节呢，可能还有一点客观性的对比啊，到了下面这个环节就非常符合我们的 slogan 了，不客观真体验啊。所以这一次我们先假设自己是一位全新的用户，尽可能的抛开一些过往的产品认知，模拟从头去接触不同的手机系统啊。如果你有自己的看法，欢迎弹幕或者评论和我们一起讨论，这个肯定是偏主观向的。提前说明，美国 OS 呢，我们肯定是说不全的，因为每一个都能单独说个3天啊，这里边肯定是有一些取舍的。如果你有自己的看法，欢迎发弹幕或者评论跟我们一起讨论。不废话，咱们的第一位嘉宾三星，这也是唯一一个非国产的安卓厂商了。用一句话来概括 One UI， 就是全。但是有点乱。三星的系统可能是最自由的系统了，因为你可以自由的设定、修改通知栏显示图标以及导航条的显示图标。看看这么可爱的3大金刚键，还有哪家可以这么玩？你还可以给侧边的返回设定不同角度、不同的功能，比如从侧边向内滑是返回，侧边向上是锁屏，侧边向下是截屏，而左右还可以不同。这还没有结束，你还可以通过设置单独控制 APP 的音量，多任务界面你也可以进行修改，不同的布局类型，不同的切换效果，是不是很自由？但是上面介绍的全部功能都要基于一个叫做 Good Luck 的官方 App 才可以实现。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新用户，这个软件没有人告诉你的话，你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个在之前我们三星的大测评里边就提过啊。首先官方没有预装，应用商店推荐的必备里边也没有，甚至我们在应用商店里边选择三星自己开发的 App 都没有这个应用。这不是一个 App 的问题，而是这类问题贯穿了整个 One UI。长按 Home 键可以切换开启 App， 并且在第一次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可以选择 App。但是如果你想修改为别的 App 怎么办呢？进入设置，选择应用程序，在右上角选择默认应用程序，再在设备辅助应用程序里面修改。第一次弄的时候，我们真的找了好久没找到，最后还是通过搜索才找到了这个功能。这些功能就像是深藏的彩蛋，需要你不断的去挖掘、去发现。三星估计自己也明白，不然为什么一开始会给你那么多系统功能的提示呢？都多到扰民的地步了。也不是说三星并不好用啊，比如自带的 App 全部都符合三星自己的这套逻辑，重要的操作内容全部是从下半屏开始的，即便你的手小单手操作也问题不大。这么多系统，就三星没用难看的单手小屏也解决了这个问题，值得点赞。系统没有广告，反应也挺迅速的啊，真的没有什么太过明显的体验短板，用习惯了之后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系统。如果你之前用三星的手机还好，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新手第一次接触的话，真的很难说是一个好用的系统。如果没有之前的一些引导啊，快速上手或许都是个问题。简单来说，三星的 One UI 是一个有深度但是门槛有些高的系统，就像一个能随意改装的手动挡汽车一样，它不太好开刚开始，但是如果你习惯了，能玩出各种各样的花样。下一个咱们来说一下一加，虽然一加是本土企业，但是一加一直活得好像比三星更加像外企。系统原生简约，甚至是简陋，功能不足，甚至说不够，这些词汇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这是大多数人对轻 OS 的认知。但是我们想用一个词来描述一下，就是纯粹。换句话说，就是尽可能的抛离一切繁复的功能，专注在已有的内容里。所以轻 OS 在一定需要做得好的地方下了非常明显的功夫，比如说90赫兹的屏幕，配合优化
出色的非线性动画，系统层级的各个操作不光是快，而且是极其的跟手。一个简单的下拉通知栏，在你起步的瞬间，通知栏的动画就会跟上。重要的是，你停它也停，你快它也快。相比之下，除了 iPhone 和华为，其他3侧手机系统总是感觉要慢那么半拍，要么就是速度和手速没什么关系，就是这种处处的操作优化，让7OS 有了堪比 iPhone 的操作体验。对，就是快，但是还跟手的感觉。自定义可以，强调色自己选，通知栏图标造型随便挑，图标包随便用。一加是唯一一个支持图标包的系统，你可以在应用商店、酷安等地方下载第三方的优质图标包使用，有的都有，没有的下个 app 也不是什么麻烦事儿，反正很多 app 你也不一定用原生的。那为什么大家还固有印象的说轻OS比较简陋呢？简单的比喻一下，轻OS呢就像是一个南北通透、房型也极好的简装小公寓，最重要的东西全部都有，而且非常漂亮，拎包入住起码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国内的其他系统呢，简直都是精装大平层啊！这个甭管有用的没用的，有的没的全都给你上了。你可以不用，但是他们肯定都会给你。这就是轻OS看起来有些简单，但是大家都始终觉得有些简陋的原因。没有手机管家，没有主题商店，没有指南针，没有屏幕使用时间。为什么有个应用抽屉？为什么设置里面有一个选项是 Google？ 在这个没有多少应用都是通过视频或者说口口相传来了解原生安卓的环境下，轻OS就显得简陋了起来。确实，这就是它目前的问题，因为在这个大多数用户都被其他国产系统调教过的国内，你太过不一样，那就是你的错。当然，轻OS也在一直努力啊，除了不断增加的功能之外，连广告也没有放下。比如浏览器下载应用的时候，就开始有应用推荐了。这就是轻OS一个非常精致的简装小公寓。而相对宜家的纯粹对应的自然就是 MIUI 了。作为最早崛起的国产系统， MIUI 和 Flyme 都是曾经引领国内手机系统发展的元老，但是他们最后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MIUI 这边则是发展的一个极端，依然管理让我们用一句话来描述一下：臃肿但是很自由。有多自由呢？比One UI 都自由，几乎一切都可以自定。锁屏的时钟可以改，副一屏的头图可以改，桌面翻动效果可以改，就连桌面下拉和上滑的操作都可以改成你想要的内容。息屏显示的样式给你一堆自己选，不光可以选，甚至还可以自己修改文字细节等等。记得 iPhone 上可以更改运营商的名称吗？ MIUI 也可以，自己嫌麻烦，主题中心各式各样可以选，绝对让你玩出花。你知道 MIUI 有多少种调出搜索的方式吗？副一屏有一个，桌面底部有一个，下滑有一个，上滑有一个，快捷开关有一个，状态栏上还有一个。MIUI 处处体现了这种思维，就是 MIUI 最厉害的地方，一切都交给了用户自己。如果举个例子， One UI 还是之前可以改装的手动挡汽车，那么 MIUI 更像是一个乐高拼成的布加迪。但是这也导致了 MIUI 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点乱。怎么说呢？比如这个深色模式不支持第三方的 app 就算了，自家的 app 总要适配吧？还有副一屏这个强力清理，这到底是啥？不是有了内存清理和垃圾清理了吗？试一下哦，清理内存。但是为啥到了安全设置里边又变成了一键清理和强力清理了呢？说实话，我真不知道它们有什么区别啊。也就是这些细节不足，再加上各种维度的自定义带来的复杂设置，导致了 MIUI 成了一个在体验上有些臃肿的系统。我们不能说 MIUI 听取用户建议是错的毕竟呢，我们在各个平台的调研之中，目前声量最高的、说好用最多的也是 MIUI。小米之所以崛起呢，离不开 MIUI 能够非常近距离的跟用户接触。但是你见过自带 app 改个名字都要用用户投票的吗？是不是有一点矫枉过正了？当然 MIUI 还有很多好用的功能，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MIUI 说完了，自然要说到 Flyme， 替用户做选择应该是目前 Flyme 最大的特点了。如果你习惯了 Flyme 的很多特点，在使用其他系统的时候会显得非常不顺手。举个例子， Flyme 除了3大金刚键和全屏幕的手势之外，还保留了 I'm Back 的导航方式，轻触返回，重按回桌面，这个别家没有，这是魅族老用户传承下来的习惯，而这个习惯可以最早追溯到14年的 Max Pro， 这也是魅族一直有一群死忠粉的原因吧，因为魅族找到了一套属于自己的交互逻辑。当然，这里并不把各种 bug 考虑在内啊，比如 Flyme 一直没有图案解锁功能，因为魅族把图案融合到了密码里，你可以通过快速过数字来解锁，还有首创并被大规模学习的游戏模式、夜间模式。最新的全局应用小窗也是 Flyme 扒上一个用了很难改掉的功能，无论你在哪个 app 里面，都可以直接通过侧边栏呼出小窗，临时找个人记录点内容什么的，很方便。单手操作也不是问题，上面听着好像都很不错是吧？但是有的时候 Flyme 也并没有很好的把控好这个程度。就像我们开头说的， Flyme 替用户做选择做到了什么程度呢？游戏模式不支持自己添加游戏，桌面图标不支持长按快捷功能，也不支持修改桌面布局，各种
自定义，你想都不要想，就连强光揭发亮度都是这段时间才有的功能。小米给应用换个名字都要用个投票，而魅族将自身的输入法都改为了搜狗定制版的时候，没人说。虽然定制版的皮肤和之前完全一致，但是如果你有很多快捷短语、习惯短语什么的，也就都没有了。这个就是 Flyme， 一个精装的小公寓，你可以拎包入住，该有的也都有，但是总像是租的，而不是你买的。因为这个家具不能动，那个厕所也不能改，习惯了一切都会非常好。但是如果你住惯了别的自定义的大平层，那你到这儿来需要适应一下。和 Flyme 极为相似的就是目前逐渐 Flyme 化的 OPPO 了。ColorOS 目前无论是界面还是交互逻辑，多多少少都能看出一些 Flyme 的影子，尤其是在 X2 Pro 上，通知2的图标从圆角矩形改成了圆形，是不是更像 Flyme 了？魅族被称为手机界的黄埔军校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 ColorOS 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想法，比如支持修改桌面布局、图标长按快捷功能也都有所保留，甚至都有了抽屉模式，并且自带的 Apple 也找到了一套统一且不错的交互体验，就是标题栏的设计，用一条粗线区隔标题栏和内容，随着内容的向上滚动，标题栏也会随之缩小，分割线变细，并且还有磨砂玻璃的效果。这个设计充斥在每一个自带的 App 里边，给人一种非常统一的体验。一个好的交互就应该是有规则的，一个系统有着一套统一的规则，那么交互起来就比较符合直觉啊，就很好用。但是在一些方面 ColorOS 还是差些意思，比如说在一些界面的底部按钮的圆角较小和屏幕的大圆角看起来不太协调，并且不同界面元素的圆角也不尽相同。通知栏的快捷按钮的颜色居然有3种，这是不是有点多了？之前说到的磨砂玻璃效果在相册里面却没有。如果说相册还没做这个，那么文件管理为啥有的有，有的没有呢？还有一个细节的设计，大多数有输入需求的自带 App 里面都有一个麦克风图标，点击之后可以开启语音助手，这个显得有点多余。如果经常使用语音助手，长按电源键呼出来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基本不用语音助手，这个按钮肯定不会去碰的。就目前的环境，语音助手用的还是真的很少的。当我们从一个全新的用户来看待 ColorOS 的时候，我们确实没看到 ColorOS 在体验上面有什么明显的短板或者说是错误，而这是一个吸取了别人的优点和教训，表现的相当平衡的系统。说完了 OPPO， 自然就轮到了 vivo 了啊，但是 vivo 的 FunTouchOS 还真不太好聊。不说别的吧，这 FunTouchOS 这个名字相对于其他人都不太好念。通知栏这边快捷功能一定要塞到右下角的导航栏里，这在一众安卓厂商里绝对是一个比较奇葩的存在。而这个明显学了 iPhone， 因为我们实在想不出安卓魔改成这样的理由了。但是说到功能， FunTouchOS 的负一屏、语音助手、息屏显示、深色模式也都有，什么都不少，甚至还有一些独家的。图标的圆角也是能够自由调整，要方能方，要圆能圆。第三方的 App 图标还会加个遮罩以保持整齐。但是这次 FunTouchOS 在我们的内部体验中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反馈，问题就在于交互逻辑上规则稍显混乱。首先是自带 App 的底栏设计就不统一，黑的黑，灰的灰，大小不统一，粗细还不同，要不是不能删除，还以为这是第三方的软件。其次就是界面的色彩相对来说混乱一点，元素上也没轻没重，比如便签，第一眼望上去都不知道该看哪里，但是管家里边这么多标签看着还行啊。等下一打开文件管理又完了。再比喻一下房子，这 FunTouchOS 呢也是一个公寓，这个书房、卧室、衣帽间样样俱全，你要什么全都给你了啊。但是呢，这个房间是田园风，那个房间又是古典风，这风格上啊确实很难统一。而 EMUI 又和 FunTouchOS 这边正好相反。终于说到重头戏啊，国产厂商的老大华为的 EMUI 了。为什么说和 FunTouchOS 正好相反？因为 FunTouchOS 自带的 APP 风格都不统一的问题，在 EMUI 这儿没有犯。EMUI 乱在了设置里面，比如息屏操作，虽然这个息和息有争议，但好歹它都读息，就华为非要叫个灭屏。但是你别的设置下怎么又叫息屏了呢？并且灭屏这个，你是不是觉得应该在显示里面？不，人放在了桌面和壁纸里边，并且华为还知道你可能要找这个，所以下面还有贴心的提示。那你当初这么分干嘛呢？当然我们怀疑这些问题都不是华为自己搞出来的，而是学出来的。这个负一屏有没有很眼熟？这个通知栏是不是也很像？没错，三星就是这么搞的。但是三星有一个分类叫锁定屏幕，也说得过去，并且华为可能是学艺精湛的缘故，壁纸收费也给学来了。没错，三星的大部分壁纸都要收费下载啊，免费的很少，这个前面忘吐槽了。华为这边也要，不过
过起码三星的壁纸大多还是挺漂亮的。华为这边也不是说没有好看的，但是嘉禾万事兴的护眼壁纸也要收1块钱，是不是有点过了？重点是真有人买了，所以说 EMUI 还没有完全从之前商务人士喜欢的那个风格里边走出来啊，处处都流露出一些成功的中年男士会喜欢的那种风格。但是 EMUI 其实又有很多自己独到的眼光，比如熄屏，好吧是灭屏显示啊。这 EMUI 就支持遮挡时自动关闭，当你放在口袋里倒扣在桌子上时，就无需浪费 OLED 的寿命了。这个功能就这么简单，但就是 EMUI 做了。再比如自动旋转，通过人脸识别来跟随人脸的方向，这个是一个痛点功能啊。之前为什么那么多人不使用自动旋转，就是因为太过智障了。不过华为的这个功能只有在录入脸部数据的时候才可以使用，并且有的时候也不是太灵敏。虽然只有60赫兹，虽然有点傻快，但是华为的流畅程度也是能够对战一加的。操作方面没有什么延迟和等待，之前诟病的掉帧问题也没有出现，这回是 EMUI 给我们最大的惊喜了。最后的最后就差 iPhone 了。其实 iOS 和一众安卓对比呢，多少是有一些不对等的，因为完全是两个生态。iOS 的优点自然就不用多说了，流畅、优雅、细腻。要说快，它肯定不是最快的，但是非线性动画非常顺滑。在苹果自己的生态下，无论是共享文件还是多平台操作，完全无缝。比如你在 iPhone 上复制了一段文字， Mac 上就可以直接粘贴，电话来了，手机不在附近怎么办？ Mac 也能直接接电话，这就是 iOS。 它拥有一套自己非常完善的生态，在这个生态里边，苹果已经炉火纯青，体验极佳。但是离开了这个生态， iOS 就不见得有多好了。首先是老生常谈的只能换壁纸不能换主题，从13的 iPhone 4到现在也有6年多了， iOS 并不是不能做主题改图标啊，只是苹果就是不替用户做选择。这一点上，苹果当第二，绝对没有人敢当第一，甚至连第3都没有，直接排第4去了。吐槽了这么久的9宫格快速拨号不加，多任务界面没有一键关闭不加，应用双开小窗模式你想都不要想。即便是又重又大的 iPhone 11 Pro Max 分屏肯定是可以做的，但是就是不给 iPhone 用，你买 iPad 吧。这就是 iOS， 苹果一直在往前看，在自己的生态里面把一些体验做到了极致，甚至是极端的好用。比如 AirDrop， 这种畅快的连接体验，安卓阵营是无人能敌的。苹果确实非常成功的把用户绑架到了这个生态，并且体验也做得非常棒。你就是不能在 iOS 用到一些安卓已经烂熟到烂的优良体验，或许真的是苹果用户压根都不知道，或者说他们也不在意吧。就像我们开头说的，好的体验呢，它是趋同的。iPhone 呢也并不是没有这么做，比如说深色模式，再比如之前开放的第三方输入法。但是 iPhone 呢就是不让你用 Windows 电脑好好的拷个电影进去。iOS 好吗？好，但是可能没有那么好。系统的体验呢，确实很难用一个客观的标准去衡量啊，估计弹幕已经撕了很多了啊。下面呢，我们再对一些系统的核心功能进行一些简单对比。首先就是电话功能，先来嘛 ，iOS 不支持9宫格快速拨号，不支持通话录音，也没有骚扰拦截，也不能显示这是快递还是外卖。打电话的时候也不支持快捷备忘录，你需要返回桌面，然后找到备忘录。而上面提到的几乎都是安卓机的标配功能了。不过 iOS 呢支持来电语音提示。可以选择关闭始终仅耳机和耳机加汽车4个方面的功能。iOS 呢也支持 LED 提醒，来电的时候你一拿起手机，音量就会自动减小。而安卓这边的体验呢，也都只是细微的差距了。快速拨号、骚扰拦截、号码识别、通话时进行录音等等等，安卓手机都有的功能，我们就不一一赘述了。所以下面我们只说一些相对独家或者说应该考虑加入的功能。首先说一加，通话时没有快捷的便签，需要返回桌面才行。三星有还原的功能，想要叫快递的话，可以快速的找到，点赞。没有快捷便签的功能，但是可以选择闹钟等提示是否在通话中响起，够细致吧？华为是可以快速开启备忘录，也支持耳机下语音播报。OPPO 的电话录音呢可以自由组合，并且支持设定储存上限。蓝牙耳机下可以自动接听。魅族有留言录音功能，可以通过翻转手机快速静音。vivo 电话秘书前一段时间算是一个重磅的功能，在你不能接听、没能接到的时候替你接听电话。当然也可以手动让秘书接听，这边呢实时可以看到通话内容，可以选择挂断接听，或者等对面和秘书聊完，如果对面表示拜拜，秘书还可以主动挂断电话，算是一个很有趣的功能。小米这边呢也加入了 AI 电话助理，和 vivo 不同的是，小米可以选择回复的内容，并且会根据对方的内容自动生成合适的回答。遗憾的是，小米的助理必须要人为选择，并不能像 vivo 一样全自动进行。如果 vivo 和小米的功能有所融合，那么是应对各种广告电话的利器了啊。
还有一个功能大家一定没猜到，就是通话降噪啊。这个功能呢不仅仅是硬件层面的啊，也有很多软件降噪表现如何，系统的算法呢也很重要啊。不过这个眼见为虚，还是耳听为实，建议大家戴上耳机自己感受一下啊。这儿我们就不说了，你可以发弹幕，觉得哪个更好。这里是小白测评的通话测试，我现在正在使用的是 vivo Lex 3。这里是小白测评的通话测试。我现在正在使用的是 OPPO Reno Ace。这里是小白测评的通话测试。我现在使用的是1加 7T Pro。这里是小白测评的通话测试。我现在正在使用的是魅族 16S Pro。这里是小白测评的通话测试。我现在正在使用的是 iPhone 11 Pro Max。这里是小白测评的通话测试，我现在正在使用的是三星 Note 10 Plus。这里是小白测评的通话测试，我现在正在使用的是 Mate 30 Pro。这里是小白测评的通话测试，我现在正在使用的是小米9。核心应用的对比呢还有很多啊，由于市场呢，我们只选择了最核心的电话这个功能。本来我们也考虑增加一个冷门的有应急性的功能对比，比如说 SOS， 但是就目前来说，各家的 SOS 都是非常成熟了，大差不差。我们简单的列了一个表格，举例了优点和缺点，但是有一个方面我们认为应该是各大厂商的标配，那就是医疗应急卡功能。例如 iPhone 在紧急状态下，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手机查看到急救卡的备注，上面写上机主的血型、过敏反应、身高体重等等一系列重要的内容。如果你是一位有过敏史的患者，在紧急情况下，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你可能会说，这一辈子可能都用不到啊，但是只要这一辈子用到一次，那真的可能是救命级别的。而这个功能呢，目前只有苹果、华为一家支持，我们极力推荐其他厂商加入这个功能，紧急时候真的可能会救人一命啊，这比什么都重要。每期视频呢，我们都说不客观真体验啊，但是呢，如此这么主观的来聊手机系统，这还是第一回啊。虽然说主观，但还是那句话，我们相信好的体验呢，它是趋同的啊，是被大多数所认可的。这也是国产手机系统越来越像，甚至是安卓和 iOS 都逐渐更像对方的原因吧。开放呢未必就是最好的，封闭呢也未必就是最佳的。而曾经的安卓和 iOS，正好就像是两个极端，现在他们也在渐行渐近。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工业设计师之一迪特拉姆斯总结过好的设计应该具备的10项原则，其中就有说到，好的设计使产品易于理解，好的设计是经久永恒的。而这一款计算器 iPhone 的用户是不是非常眼熟？没错，这就是 iOS 上计算器界面的原型。而这款计算器是在1987年面世的，一个系统的体验也应该是经得起时间的推敲，能够被用户易于理解，从而传承下来。所以这也是我们本期视频的初衷，我们绝对不能代表每一个人，但是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作为用户的角度去出发，去寻找更好的体验，找到用户最容易接受的设计和交互。何况交互和设计不用主观的体验，又如何用客观去评判呢？ OK， 聊了很多啊，那么问题来了，我们体验的8个手机系统，你觉得哪个是你认为最好的呢？结尾我们再次说明啊，这期视频中呢，肯定有很多你认为的观点是偏主观的啊。确实，就像开头所说的，没有办法啊，这个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大家对美的标准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更多精彩，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小白品商城3天物流退货，180天保修，还有我们的小白测评数据库，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直接查询。而且每天晚上呢，我们跟大家语音聊科技，聊聊机圈最新发生的事儿，聊聊科技圈的一些各种新闻什么的。大家都扫码关注微信公众号即可。大家对我们的视频有什么建议、质疑、提问，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 B 站小白测评、新浪微博小白测评，不客观真体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